华尔街简报，来自各大权威媒体与机构专业的独特分析，对全球经济感到乐观的理由。金融时报，尽管新闻经常占据经济头条新闻，以及硬着陆、大国竞争和多重危机带来的风险，但世界最大经济体当前的经济格局仍存在乐观情绪。即使美国利率上调了5个百分点，也没有一个经济体陷入衰退。根据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 Peterson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的数据，大型新兴经济体没有任何财务困境，使得全系统金融危机不太可能发生。到目前为止，2023年的全球经济进展顺利，比人们担心的要好。全球经济近 70% 的韧性异常强劲。中国股市的阴霾需要的不仅仅是一个轰动一时的黄金周。彭博社，中国股市本月下跌，创下近20年来最糟糕的4月份，因对地缘政治风险和经济复苏乏力的担忧令投资者感到压力，超过了短期的积极趋势。分析师表示，尽管有迹象表明黄金周假期期间旅游消费热潮推动了反弹，但商业基本面需要更多的时间来证明廉价股票估值对投资者的吸引力，特别是考虑到人们对北京削减科技和房地产行业金融风险的运动的担忧挥之不去。香港批准33000份人才签证申请。彭博社，政务司司长陈志豪表示，香港今年已批准超过33000份人才签证申请，以吸引熟练的外国工人，并抵消2020年香港工作人口减少 2.4% 的问题。7项针对包括中国大陆居民在内的全球熟练工人的计划将使香港在2021年实现吸引35000名外国工人的目标。他补充道，自去年推出以来，顶尖人才准证计划已批准其收到的24000份申请中的15000份，授予2年工作签证。特鲁多表示，他专注于加拿大与美国竞争的战略。彭博社，由于美国的通货膨胀降低法案 IRA， 加拿大正在为大公司的投资提供财政激励。IRA 迫使加拿大对其投资更具竞争力和选择性。加拿大总理贾斯汀·特鲁多 Justin Trudeau 在接受彭博社采访时表示，加拿大将密切关注美国当前的银行业动荡，并在必要时提供说明。他补充说，加拿大也在密切关注佳能可和泰克资源的收购情况。此外，他表示，7国集团正在协调如何处理俄罗斯的侵略，中国可能需要在经济领域受到挑战。瞧，拜登制造了一场慢动作银行危机。英国每日电讯，据每日电讯报报道，总部位于三藩市的第一共和国银行自3月中旬以来一直受到政府审查，其倒闭凸显了美国总统乔·拜登领导下的 COVID-19 刺激计划导致不受控制的通货膨胀垮台。尽管有争议的刺激计划被认为加速了美国的复苏并促成了创纪录的低失业率，但余震包括通胀飙升和美联储的沉重负担。美联储一直在争先恐后地应对拜登在大流行后的支出狂潮。专家表示，第一共和国银行的内报凸显了美国总统乔·拜登在其第一个任期内引入的政策的灾难性后果。这些政策使火箭助推器处于通货膨胀之下。这可能被视为特别糟糕的时机，因为拜登正在为今年晚些时候的竞选活动做准备。加拿大经济在2023年开始后开始降温。加拿大环球邮报预计加拿大经济将在2023年第一季度达到 2.5% 的年化增长率，与2022年第一季度相比有所下降，当时 GDP 增长了 0.6%。这主要归因于不合时宜的温暖天气、强劲的工作力需求以及随后加拿大央行 BOC 的大幅加息。加拿大央行的政策利率目前为 4.5%， 预计将持续一段时间。预测人士预计该国将在今年晚些时候进入温和衰退。中国住房贷款增长创历史新低。彭博社，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的数据，2016年第一季度中国对新抵押贷款的需求增幅未有记录以来最小。个人抵押贷款的未偿金额上升至 38.9 万亿元人民币 5.6 万亿美元，仅比去年同期增长1000亿元人民币。对新贷款的需求疲软与在经济衰退期间寻求减少债务的人们提前偿还贷款的趋势并驾齐驱。房地产行业的贷款总额增加了6720亿元人民币，达到 53.9 万亿元人民币，主要是由于开发商的借款增加，但该行业的投资继续下降，令人质疑上升趋势的可持续性。永远，永远把你的目光从默多克身上移开。金融时报，福克斯新闻解雇了受欢迎的主持人塔克·卡尔森。
他的离开导致了对言论自由的攻击，但这是爱丽丝梦游先进队事件的解释。根据爱德华·卢斯在《金融时报》上写道，他写道，拥有有线电视新闻媒体的鲁珀特·默多克 （Rupert Murdoch） 和他的儿子拉克兰 （Lachlan） 罢免了卡尔森，因为他在广告销售方面已经从赚钱机器变成了负债。卢斯认为，卡尔森对俄罗斯弗拉基米尔·普京的赞扬并不是他被解雇的原因，但这可能是俄罗斯外交部长公开提出这个问题的速度的一个因素。特朗普的支援者随后放弃了 Newsmax 的频道，其观众在周一晚上增加了2倍，而右翼网络 One American News Network 谴责此举是福克斯新闻最终加入深层国家的时刻。虽然卡尔森可能已被驱逐，但不能保证网络会像他总结的那样更接近中心地面而不是向右移动。电影中的超级大国正在播放，在非政治但政治的故事中。华盛顿邮报，美国的电影院正在适应观众不断变化的观看习惯。电影院正在提供的体验，其中观看体验已经变得比放映的内容更多。从运动感测器技术的使用，到椅子移动和雨水落在观众身上的 4DX， 再到虚拟实境体验，电影院正在镜像为客户提供流媒体无法提供的身临其境和不同的体验。在俄亥俄州，公民自由组织对警方通过 Clearview AI 系统使用面部识别表示担忧。有一段时间，由于对公民自由的担忧，它被暂停了，但现在它已经重新启动。在其他地方，美国的农村机场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数量崩溃。自大流行开始以来，有超过14个机场完全关闭，这导致政客们要求联邦资源来继续提供此类服务。与此同时，在北卡罗来纳州，3名参议员希望禁止政府运营的体育组织的参与奖杯，因为他们声称他们正在向不值得的孩子提供奖杯。这一举动被视为分裂美国的文化战争的征兆。如何协商大学的经济援助报价 ？CNN， 美国学生和他们的家人可能会全年对他们的大学经济援助提出上诉，但许多人不知道他们有权讨价还价以获得更多资金。一所4年制美国大学的平均费用为每年$25,707美元，或4年$102,828美元。成功对援助提议提出上诉可能会导致学费押金的截止日期延迟并降低年度成本。但学生应该自己处理上诉，通过电子邮件而不是打电话，避免恳求，并专注于数学论点。详细说明情况的变化，添加生活事件的证明，具体说明所需的金额以及替换过时的信息都应该改善前景。以上是本期华尔街简报的全部内容，谢谢您的关注，请关注6度世界 3w.6d.world 的最新动态。